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样使用这个 Python 来去实现这个基本的类神经网络的建构哦。那在讲这个单元之前当然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类神经网络啊。那在深度学习框架被推出之前类神经网络呢，在这个人工智慧一直扮演着这个重要的角色哦。那类神经网络的结构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简化成3个部分所谓就是这个输入层然后隐藏层跟输出层那我们在前面的单元里面我们提到那个资料集我们会去准备这个输入资料以及它的输出资料输入资料呢，在这边它所对应的这个类神经网络，它就是提供给这个输入层使用。那个输出层呢，基本上就是提供给这个输出资料下去做使用。不过呢，在这里面它的用法是，当你这个模型开始做运作的时候，类神经网络开始去做运作的时候，它最后的那个输出结果不一定会是你所这个那个 Y 的那个答案就是那个圈里那个 Y 圈里上面那个答案不一定所以它这个时候它就会想有一个策略下去做这个资料的修正让这个输出层所输出的资料跟那个答案是一致的。好，那在这里面呢，这个隐藏层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隐藏层呢，顾名思义，它是基本上它是在这个黑箱子里面也是看不到的东西。可是呢，这个隐藏层是你可以下去做决定的，你可以下去做定义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输入层呢，它是负责接收外部的这个资料通常会根据你实际的输入的特征数量来去安排它对应的神经元。好，那根据实际的输入端的数量来建构你需要的神经元。例如说我们28、28、784嘛所以对于输入层这个地方它的神经元的数量就是784个。好，那隐藏层在我们简单的案例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就是把它先没有先不要做隐藏层。可是未来你在做一些比较复杂类神经网络，隐藏层是绝对跑不掉的。好，那隐藏层呢，它可以是有一个或是一个以上甚至我们的案例里面是就没有像目前案例我们是把它当做没有那神经元的数量呢，跟这个层数会根据你的运用需求而定那个成果呢，依据你多次实验的这个成效来下去做调整。所以呢，这个简单讲起来隐藏层它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输入层可能会有，它就是根据你实际上的需求嘛。输出层它也有可能会有根据你实际上想要进行的这个任务目标。可是隐藏层它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它会根据你实际上的这个需求下去做调整。那每一次调整这个有时候调完之后会变好，有时候调完会变差，这真的是不一定试过才知道。好，那在层数上面基本上它没有限定，然后每一层里面的神经元基本上也没有限定通常根据运用目标的经验来下去做决定那目前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隐藏层的数量呢，通常是你输入层的 1.5 倍，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个通常没有很这个严格下去做这个验证因为这个是别人的这个经验谈那既然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有机会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如果说你所建构这个模型那个反应跟表现上一直都不是很好的那不如我们来试试看输入层的 1.5 倍那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不一定会有人去做这样子的这个决策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在有一些这个运用里面，例如说我的图片假设它是一个 Full HD 的图片哇，那神经元有多少？1920乘1080RGB 再乘以3，哇，我那个神经元数量有够多，那个数量有够多，进隐藏层还再乘以 1.5 倍，非常多非常多所以这个在某些情况下，其实它需要去做一些比较这个全面性的考量，再下去决定怎么去做这样的设计。好，那在输出层的部分负责产生模型预测或输出的结果这个神经元数量跟你实际上要做的这个类别，例如说你的分类是0到9总共有10类，你的输出层就应该是10。好，那如果说你是做这个英文字母的分类A 到 Z 这时候你要看你的 A 到 Z 是有没有含大小写假设没有或者是它是混着用。好，它只要知道它到底是 A 到 Z 的哪一个文字这个时候呢，你的输出层就必须使用26个字母。好，这个如果你想要去做到它可以识别数字又可以识别英文字母的话请问你的输出层应该要有几个？没有错，就是26加10总共需要36个神经元。好，那简单来说根据你实际上的需求的输出数量来去建构你所需要的神经元数量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去讲一下神经元跟权重值到底是什么。这个类神经网络模型的建立呢，基本上它是将每一个神经元跟它下一层的每一个神经元连接在一起那我们这边的下一层基本上因为我们输入进去就是直接碰输出了那我们没有所谓的隐藏层，所以在这边的概念就是说，来我们看一下旁边的图这边的 input layer就是你的输入层，这里应该有几个？这边呢应该是28乘28，总共有784颗神经元在你的输入端。那你的输出端呢？因为我是分类0到9嘛，所以在输出端总共要有10颗。然后权重值的意思就是每一颗神经元都必须要跟下一个神经元的每一个连在一起，所以这第一颗神经元784里面的第一个会跟这个输出的10颗连在一起。
以此类推哈，这784里面的第二颗神经元啊，或者第二个像素，它也会跟后面的这10个接骨全部连接在一起，全部连起来。所以呢，它总共会有几条这个连接数？我们来看一下输入端有784个神经元，输出端有10个神经元，所以里面的连接线呢就是7840组就784乘以10，总共有这么多条。这个是在没有隐藏层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这么多的资料储存就是7840笔的资料下去做储存。那如果你里面设了一个隐藏层，甚至2、3个隐藏层，然后里面呢又都是输入的 1.5 倍，那算看看这里面的这个权重值储存权重值的这个变数的资料量会有多少？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参数。好，讲到巨大参数了，最近你可能在某一些地方听到说什么人工智慧模型里面的这个参数量有多少？都是用亿在算的什么 1.5 亿啊，2亿个参数啦，3亿个参数。我们这边现在有几个？只有7000多个参数，就它那个模型比一下，我们这个是非常小的模型现在做的这个人工智慧，它里面的模型都是用几亿个在算所以这个几亿个它所代表的里面就是它的那个记忆体到底的量有多大，就是非常可观的好，来，那这些神经元呢？跟神经元之间的连线的那条线，我们刚刚提到就叫权重权重。那如果说你要用数学公式下去做表示然后基本上它就是说这个 input one 乘上它的权重的第一个然后一直加，每个全部加起来了来到它的 output one， 这个就是它的总值它的总值就我要怎么去算这一颗神经元它真正的背在它身上真正的数值就是第一颗神经元乘上第一条线放在它身上第二颗神经元乘上第二条线放在它身上第三颗神经元乘上第三颗这个权重放在它身上，这里面总共放几笔？总共放784笔，然后呢再把784全部加起来做一个总和，就是它的 output 就是它的 output。好，这件事情呢发生在每一颗神经元里面发生在每一颗，所以你会发现说哇。这里面的乘法运算量好大没错这里面的加法运算量好大没错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每一层它上面都会有这个数值，所有的数值呢都会跟它连接的那条线的权重下去做相乘，相乘完之后它的这个结果会放在它下面的那个神经元，那个神经元基本上它要把放在它身上的所有资料全部下去做加总总和，才是它身上真正的这个值。好，如果它后面有假设它是隐藏层，它必须再往后面去连它后面可能是第二个连这一层或者是它后面就是输出它不管基本上只要它有下一层，它就是反复再去做这件事情。由此可知类神经网络的建构它需要大量的记忆体储存储存这些权重值，以及要有快速计算的处理器因为这个资料量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方法不是现在才有，这个方法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那这些科学家提出这些方法并不是说这个提出来为什么不做，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没有很厉害的记忆体，也没有很厉害的处理器，有办法去处理这么大量的这个资料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现在东西全部都上云端透过一些分散式技术来去让我们这个资料可以分散的很快的撒出去算完之后再很快的合起来得到一个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那是现在才做得到以前即使知道方法可是很可惜没有科技可以去做这个资源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写这段程式码我们用程式码来去建构我们的神经元跟建构我们的这个类神经网络。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直接切到我们的这个 Colab 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们要使用我们的程式码来去建构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呢。首先呢，我们要先去决定好一下我们这个输入端的神经元，我们隐藏层不看我当做没有隐藏层这里隐藏层放进去有这个复杂度太高我们就是先决定输入2828784那输出呢基本上那10个神经元，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的 input 有几个 number 就是28乘28啦，然后等它反正它得到结果就是784。好，那它的 number output 呢，我这边就换个写法，我们不要写这个 output 因为它基本上它是做分类任务它是做分类这件事，所以呢我们就有几个 class 基本上就10个 class。好，那我们的神经元呢要怎么去做配比就是 x 就是我们的神经元数量，神经元数量呢我们可以使用 NP 这个工具因为我们有用到 NP 所以记得你的这个程式码里面呢一定要去放这个 import NUMPY as NP 你才有办法使用 NP 那这个 NP 呢我们直接打点使用这个 EMPTY 直接去做打点，跟他讲说我需要有多少的数量我们有一维总共呢784个，然后呢，里面的 data type 我们使用 float 32位元，就32啦，float 32去定义我们这个神经元的样式它就是一个 float 32的这个资料
把它这个定起来。那也就是说，它 x 呢基本上的一维总共784。好，那对于我们的 output， 我们 output 用 y 嘛，这基本上为什么用 x 跟 y？ 因为我们要对应到我们前面的说法，这个我们的 data 呢有 x data 跟 y data。如果说我们的 data 是 training data 的话，我们就是 x training data 跟 y training data。好，所以这个 y 呢基本上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了 ，np 然后 empty， 然后呢一维搭配我们这个10个分类所以它就产生一维的10个神经元下去。好，那也是这样 data type。这个 data type 这个有一些人他习惯上他没有下去做设定了，不过我们这个为了养成良好习惯我们要确定我们到底放了什么东西进去所以我都会先把它设定了 float 的30先把它设定上去。好，执行看看。好，这样子来，我就输入了784跟输出的4个神经元，这个时候就已经完成设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安排我们的权重值。权重值，所谓的权重值就是每一个神经元，刚刚提到每个神经元都有一条线把它连接在一起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权重应该怎么下去做设计我们这边有一个方法啦，我们的权重呢，我们去呼叫我们的方法，跟他讲说，我现在input 跟 output 的数量，然后呢，总共要这个我们这个是比较特别，这个叫做随机乱数我们那个权重值我们的 input 呢。如果遇到你是难免的因为我们在里面是做乘法运算，最后去做加法运算，所以在乘法的过程中有一个东西非常忌讳，就是不要碰到0为什么因为任何数碰到0的话，它肯定会变成0。那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尽量避免遇到1的如果遇到1的话，任何数乘1就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其实在早期的类神经网络里面，它其实有样东西叫做这个 BIOS 就是这个有些人的讲法叫做自偏量，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很不巧的刚好遇到你的权重值，它本身被初值的话就是0任何东西流到它身上出来就全部都变成0了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它会任何数字算完之后，它会有一个自偏让它例如加了一个这个数字，总之呢，它的目的就是让它产出的结果不要刚好是0不要刚好是0。好，所以呢，我们来这边呢，我们有一个小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呼叫上面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它会根据你实际上的形状，我们形状是什么？我们形状呢就是784乘以10的这个形状，然后呢，把里面的每一条线全部填满乱数。这个乱数呢，基本上要介于0到1之间介于0到1之间。好，那为了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结果每次都可以被重现也就是说，这个乱数的结果每次都必须要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就有帮这个方法设定了一个中值值。假设我把它设定成10设定成10呢，它就是说它每次产生出来的第一次初始化结果出来的那个权重，每次长得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反复去做检验的时候，结果才会是相同的好，那所以经过了这个方法之后呢，在这里它会先设定透过这个 np random 去设定的中值我们在这个中值它初始化是设1不过我们送给它，我们是送值进去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实送进去之后它就先去解读你的这个形状我们的形状呢是把这个 np array 先把这个形状转成 array， 然后设定上去之后呢，我们就把里面的值全部填满乱数把里面的所有值全部填满乱数好，最后呢你就会得到这个权重这完整的权重的这资料总共有7840个好，来先执行一下这个是让它这个方法先让它生效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跑我们这个权重值跑我们权重值方法，然后我们再把我们权重的这个形状印出来我看看是不是784乘以10的这个形状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权重的内容来执行一下。好，来没错784乘以10784乘以10，所以呢也就是说它每一个这里面总共有几个，这里面会有10个资料10个乱数资料，然后呢总共有几行不是数上面这里有点这里总共有784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帮他准备好的权重值好，那看一下建立神经网络的输入端跟输入端需要有一个方法来去记录每个神经元权重，所以我们刚才就是有设计一个方法来下去做这件事情那每一个神经元的权重的初始值呢都要用乱数下去做决定，而且你要去避免去做0跟1啦，尤其是在我们的案例里面要特别下去做避免。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安排没有去安排那个自偏量所以呢，如果正好遇到0的话，那这个可以预期它会发生一些灾难所以你的神经元的数值如果乘以0的话结果还是0如果神经元的数值乘上权重1的话，结果不变了。这个事情基本上要下去做避免所以我们在这个权重初始的过程中呢基本上就让它介于0到1之间，不要刚好为0，也不要刚好为1好，那这里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直接传入我们设计一个方法，传入我们这个
权重的形状哦，它有上一层的资料形状跟下一层的资料形状。我们上层呢刚好是输入端的784，下层刚好是我们的输出端10哦，所以呢它就会在这个地方把784跟这个10的这个形状用透过这个 NP然后这个 render， 然后去产生这个 render， 然后把这个资料直接送回去这时候呢，我们的在账面上面看到我们权重数就是7840个这个资料，不过它在二维资料里面就是这个10个为一行，10个为一组总共有784组总共784组去储存这个权重了。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